沒有錯，把這款 RTS 升級成2代電推，以及換上新改款 RTS 同款 ECU， 除了大幅提升心理滿意之外，操駕起來究竟有沒有變得更強？大家好，我是克里斯，這部影片就來分享 RTS 魔改前後在我日常通勤的差異之處。事不宜遲 ，Let's go！OK， 時光倒流，回到了還沒改2代電推的首代 RTS。這星期就好好的騎這台未改裝過的 RTS 來好好感受它的騎乘特性。其實我這台 RTS 也改過傳動了，你看它起步，對，會比較晚銜接一點，大約是正常來說是4000轉，它的那個離合器就咬合了，然後現在目前改了之後大約是4300、4400這樣子，才會那個動力才會銜接。有點像是擋車的2檔起步的感覺，對啊，主要是加大彈簧，然後那個普利盤，那個IO還是有多點手腳，同時呢，做解決它就是中尾速，尤其是時速60以上的那個加速力道，還有那個延伸性。有沒有拜？剛剛還有稍微介入了，因為掉到11.8。我這一代的 RTS 電壓還掉到少過12才表示電推有介入。有沒有拜？搶黃燈。看到沒有？有時候我快到0.幾秒，就是這個用途，懂嗎？有時候你就是那麼快那麼一點點就好，不用多，快個0.2秒都好，你可以少等一個90秒的紅綠燈。看到沒有？所以有時候確實啦，之前說什麼電推快那一點點沒有感覺，可是這種關鍵時刻還是很有感的。尤其是我剛剛的狀況不過還是呼籲大家，就是看到黃燈還是剎車啦。我剛剛油門一拜的時候還是綠燈的，所以我油門一拜呢，拜得有理。哇，我真的覺得RTS的個性真的是非常的鮮明啊，它的操控都很直接，不管是吹油要多少給多少，然後剎車也是，之前還嫌那个 RTS 剎車制動力不夠，就有車禍。God damn！ 有個鞋子，去遠離車陣線。剛剛電推都還沒介入因為都還是在13點多以上。該講哪裡？對啊，之前我還嫌那 RTS 說什麼它的制動力不夠，沒有現在覺得它制動力超直接了呢，就是你按多少就給你多少。所以在市區的熱血好玩程度，還是 RTS 比較能夠滿足你。不懂我覺得慢速超多還是 G7 比較好對啊，因為它那種慢速下 G7 的那個動力銜接比較穩定。你看我剛是補一點點，車子就想要衝出去的感覺。對啊，它的油門反應太過敏感了。其實像這樣狀況是嗎 ？G7 可以很優雅的，對啊，不管什麼跺腳中補油都可以。非常的穩定適合，不是剛才 RTS 呢，跺腳之下補點油，哇，就想要衝去感覺，真是台小野獸。同時呢，就是騎1個禮拜未改裝的 RTS 通勤，那改完通之後，再騎1個禮拜改裝2代電推之後的 RTS 的通勤，這樣子來深入比對，這樣子。然後這段時間是嗎？盡量不騎 G7，免得干擾我的思緒。第一代的 RTS 的尷尬就在這裡啊，你要油門一拜，電推才會介入。以市區操控性來講，確實 RTS 還是比 G7 還要來得直接靈敏。油門一拜，看有時候我油門一拜它不會介入，有時候油門一拜它就會介入。可是它的介入我也是看它的電壓去判斷的啦。像我是幾乎都不用什麼油門一拜，然後2代電推的話，這時候就會介入了，應該會很有感。油門一拜，遠離大車。介入了。對，掉下來那電壓。現在靜止起步還是遠衝但有時候你有跺腳在起步的話，這個爆衝真的要稍微 hold 一下才 hold 得住。帶轉的時候會常遇到跺腳狀況，這時候帶點輕腳，跺腳補油。
不行，轉速不夠，它出不來。確實到大約4300、4400它才會介入哦，那是怎樣？左右兩邊 KRV 這樣，今天看7台舉起來了，酷！哇，跟2台 KRV 一起起步。左邊還是比較舊款的，右邊還是比較新款的。從它的那個車尾燈稍微可以看得出，因為右邊的車尾燈好像有那個鱗片的感覺。哇，這樣到70、80不行，這個測速上只照50，慢。好，我感覺有機會有眉拜咯，有眉拜。電壓掉了，這現在掉到11.6，回衝了，回來，再補。OK， 這些路口要慢，再有眉拜。对啊，我已经回油了，再補油，它的電推還是沒有介入哎。所以是它的回衝比較慢一點。照這個邏輯看的話，還是2代電推的介入邏輯可能比較適合日常使用，就是用油眉拜。哎呦，要閃這個違停，哇！在區區可以很放心油门一拜，回到RTS就沒辦法了。他們油门一拜還是有點太多了，還有那個加速力道。OK， 然後新舊的電推還可以做參考，就這個電壓的數值跟油門開度之間的關係。像這台舊款的 RTS， 你油門一拜下去，它的數值會大約延遲一些才掉。那相當機器就很特別，就是你不管你的油門開度多少，它就會掉它的那個電壓。你油門一拜，它就直接瞬間掉到11點多；你油門一點點，可能掉到12點多那樣子。可是呢，這個台1代電推的 RTS 呢，就是你油門一拜下去，一陣子它才會掉。對啊，像那個首先呢，因為它不是全時電推嘛，然後它的介入時間也會比2代電推來的慢。單這點是嗎？就是反應時間，還有那個油門開度的數值間的差異哦，那個 G7就感覺得出來了，確實是有差。我看看油門一拜之下，它的那個電壓減少，的延遲程度走到什麼地方 ？OK， 先慢慢起步，在13.8，油門一拜，11.6，對，介入了。這油門一拜大概過了1點多秒還是2秒嗎？數字才會扣，但也有可能是它原本都會延遲顯示吧，我不知道。對啊，這可能就改2代電推之後就可以揭曉了吧。至少我 G7那個體驗起來，就是你油門補多少，它就扣多少，而且是馬上扣。對，它的那個油門開度跟那個電壓數值之間的聯繫是非常的緊密。來，我試試看那個電壓哦，現在是14.1、14.0，小補油，掉到13.2、13.4，然後我準備大補油哦，找一個先跟前後拉開距離，然後看14.0嘛，大補油，哇，就掉到11.7了，對，大家看到嗎？小補油電推還是會介入，大補油電推也會介入，只是它那個介入的力度不同。而且介入時間真的很快。OK， 目前改2代電推前的 RTS 的感受差不多啦，那這台車準備去魔改2代電推啦。好，那我們魔改後見 ，Go！ Level up。I'm not gonna lie, daughter has gonna yagi, her brain fried. My lady papa Zenny, other lady popping Molly, why she waiting on me? You're in my area, keep on heading if you want, I drive it like a nut. I don't wanna hear you, 지겹잖아, 이제 넌 like I'm Bango, cutting my hair. I just keep going though, 소신껏 날 믿고 I fly non-stop, Kelly에서 New York, 구름 위로 hop on, drive out and riding bars, honeyberry counting cups, I do what I wanna do, 그게 나의 무늬원, 너넨 꿈꾸지 말만 많지, just do it. OK， 改了2代電推，還有新版 RTS 的 ECU， 先來看看它4驅通勤的差異。OK， 像我試看這種油門不連續的節奏，它的電壓變化，對，抽一點，
我抽了一瞬間它有掉就是瞬間抽到一半的时候它有掉它電壓，哇，它的回充時間好像似乎有點慢呢。就像我抽一點它有掉嘛，然後我可能過了幾秒鐘再抽一下，它就沒有反應了。所以難怪大家都說要去改那個鋰電池，回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電推爽度的來源之一。其實我記得 G7 它就起步是會掉電壓呢，我感受一下，到底起步再試試看。起步油門再灌多一點點，看看我的電壓會不會掉。OK， 準備起步咯，油門大約一半多一點點。會掉了，其實會掉了，到12.1很像。好，來繼續深入感受它的全時電推，現在14.0嘛，補一點點。有掉13.7，確實啦，它補一點點，它也是會掉啦，電壓就掉得比較少。看起來它的就邏輯是跟 G7 一樣的，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G7 的電壓顯示頻率更新比較快吧，看起來就很立即。像這個好像就比較遲鈍一點，它的電壓顯示，就它的那個電壓，其實它的電壓其實可能也就掉的狀況是跟 G7 一樣，只是它的那個屏幕顯示的電壓值的更新頻率可能比較慢一點點吧。這台 RTS， 來我們看到現在13.9，油門一點點一半，還掉一點，我覺得它是來不及回充。對啊，感覺那回充很重要呢。哇，看着電池真的是要改耶，不然根本這個電推沒有辦法一直去觸發。來起步一半，有啊，掉一點點。加上我已經改了傳動之後在這種市區就是油門一點點，油门一半其實就很夠用了。現在我幾乎從起步到中尾數都很線性了，已經。就改了那個傳動，就是偏中尾數傳動，然後我起步的部分又有二代電推的加持，所以我起步到大約時速90吧，它的加速線性很接近 G7 的那個加速質感了。來，我抽點13.9，抽一半回來。對啊，有掉啊，抽一半就回來了，這真的很實用，對啊。尤其是 RTS 車，對我來說是日常用車嘛，每天通勤上班，然後要電推介入的話，不可能隨時油門一半嘛。現在確定了，油門一半，電推也會介入，只是它回充時間可能還要去優化一下。像大家都說改鋰電池嘛，這部分我再去研究看看。像我之前影片講的，我不想那麼快下結論，對啊，真的要深度體驗，感受一下它的那種細微的差異。對，不管明顯還是不明顯，都好好去感受，再跟他做一個完整的個人心得分享。大概只有30%，有掉它起步有掉嘞，现在要11.8啊，对啊，我剛油門沒有很重就是大約一點點，大約30%、40%而已。哇，這果然是回充的問題。我剛有試過幾次，就起步好像沒有掉，可能是。我覺得這只是電池的問題吧。道理來講，就多試幾天，就感受一下它各種路況下的那種情境下的變化。對啊，這樣子得出來的結論可能比較能說服得了我自己，要去怎麼改下一步。抽一點，哇，抽一點，它也會掉而且我沒有抽到底，大概是抽到一半吧，它也會掉。酷，好玩，確實是全時電推的樣子。像我說過嘛，我改傳動之後它那個起步會有點延遲進來。像我最好的轉速一樣，它也是變到4400、4500，它動力才會把你推出去。不過它就比較絲滑了。那我注意看那個電推，就慢慢起步的話，還是真的會掉真的會掉一點點所以確實。它的就起步可能有那個電推輔助，有稍微讓我起步可以絲滑一點點了。在14.1，抽一點點，有掉抽一點點它也是會掉。對，超車，哇，對嘛，這種瞬間加速，更有明白瞬間加速，這二代電推很實用。
哎，看有沒有機會再瞬間加速一下，瞬間加速。哎，掉一點點而已。對啊，我覺得還是回衝的問題啦。對啊，一樣的狀況，一樣的油門開度，它掉的速度不太一樣哎。所以可能真的是電池的問題，電池要改，它可能是回衝不夠還是怎麼樣。所以說14.2，抽一下11.7，酷。像我改了2大電推之後哦，確實它有彌補到我起步我那個動力空窗期，它起步確實有幫我就輔助推回去，這感覺還蠻明顯的。也是13.9，抽一半。掉12.2，抽一半掉12.2，其實掉的還蠻快的嘞，真的。雖然官方是說介入只快了0.17秒，不懂為什麼，我真的有感覺到它真的介入有變快了。OK， 其實我想了一整天呢，我認真覺得我應該把這台 RTS R165上馬力機來拉個數據。雖然說我是體感派，可是我覺得體感有時候我真的還是有個極限在，懂嗎？因為可能改車是條不歸路吧，我覺得改車重點是在於你享受那個實驗性的過程。對，然後體感上雖然也是有差異，不過有時候數據看得出的話，其實也蠻有趣、蠻好玩的呢。像我目前1代改2代電推的話，體感上用我五官用我肉體去感受的話，我覺得差異最大的就是起步確實有改善。然後不用油門一拜，這樣子抽一下，電壓也是會掉。你看，還有第3點，就是我改了 CarPlay 之後，我的電壓數值基本來到14.2過了。但是改了2大電推還有新版的 ECU 之後呢，竟然可以看到14.2這個數值，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差異。改裝之後呢，最大的差異就是這3點，就是體感上的部分。然後数据的部分呢，就是想要徵求車友有沒有認識的一些可以上馬力機、測馬力機的車行可以介紹一下。然後最好是高雄市啦，然後可以私信給我，可以去 IG、FB 打喜劇克里斯，或去我的 IG 打 PeaceGS147，那就有勞各路的車友多多指教了。有認識的話，真的麻煩我介紹一下，我真的很想把這台車拉去馬力上，對，就拉個看看一些數據，除了馬力扭力之外呢，還有那個電推的作用就邏輯啊，我也真的很好奇。包括你電推介入的時候，它的電流的變化什麼時候開始回衝之類的，肯定是蠻有趣的一個玩法。然後我是有注意它那個電推回衝的部分，真的覺得有電推的車子來說，換一個好的電池都很重要哎。所以現在我下一步要改的可能就是改電池吧。然後看有沒有機會順便上個馬力機來做一個更深入的綜合比對之類的。13.9，油門一拜，哇，瞬間掉12.1耶！其實我認真覺得它其實回衝感覺可以再快一點。你說就算它的數值回來是慢，你再補下去，它未必也會扣了嘛？對啊，這個還蠻妙的。我覺得要上馬力機才知道它整套那個運作邏輯，所以真的。各路車友在高雄市有認識可以有馬力機的車行哦，麻煩介紹給我。對，我真的很想去試試看，就覺得真的很好玩。OK， 那这影片就這樣子啦。然後1代改2代電推，體感上真的有差，就是我講的那3點。再重複一下，就是起步有優化很多，然後油門開度不用全開，也是有電推介入，但是也是用數值去參考的。然後第3就是確實就是我這個電壓的值稍微有變高了。對 ，OK， 那這影片就這樣子啦。喜歡我的朋友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我是克里斯，希望下一次我們是在馬力機上見，拜拜。